这是纯视觉的特斯拉，它的视觉雷达在某些时候会像这样疯狂抽风，在车身四周并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它的预警线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周遭的环境正在发生着空间扭曲。在我刚提车的时候，我以为是我这一台车的一个问题，但是工作人员跟我说，先生请放心，新款都是这样的，他第一次开的时候也以为是撞到了东西，所以你的车没有问题。我觉得这还蛮搞笑的，但最搞笑的是，马斯克在前不久还说了要让盲人重见光明，为什么到了这所谓的换新版 Model 3，他有时候又像个瞎子一样呢？难道他是想把这些雷达省下来，用在盲人身上吗？ Say something nice. 总之，我觉得我们应该严肃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毕竟，在这种低速行驶的情况下，它的视觉雷达表现都这么糟糕的话，那我们在正常行驶的时候，又是否可以信赖它的辅助驾驶呢？还有，它跟幽灵刹车是否又存在着关系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一些官方的资料，做了一些测试，得到了一些信息，但与此同时，好像又产生了更多的疑虑。但是在开始之前，我需要非常郑重的声明一下。我不是小康学长，我没有10万块。这个视频内容完全是作为一个非智能驾驶专业、非技师专业的换新版 Model 3车主，个人在合法合规、确保安全驾驶的情况下，了解了官方相关的资料和自主驾驶体验后得出的一些非专业无明确导向结论的猜测和感受。每次当我回到家里的地下车库，雷达的预警就会响个不停。有一次我就想到，既然是纯视觉的雷达，那么它的警报异响一定是车机看到了什么东西吗？那我不如从它的角度去看一下，它到底看到了什么。于是我当时就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的是，地库是环氧气地面的，光滑的环氧气有着非常强烈的反光，柱子在这种强烈的反光之下就产生了折射，折射出来的影子就处在了引擎盖的跟前。所以说是因为车机分不清倒影和主体的区别才导致的雷达误报吗？我肯定是不能下一个这么主观的结论，所以我查阅了一些关于特斯拉视觉技术的相关资料，简单的来讲一下我个人所理解的原理，其实就是通过摄像头获取的路况画面，经过各种不同图像技术处理，来获取各种所需的信息，从而来执行各项的判断。那么其中就有2项技术是我觉得跟我的疑问有着些许的关联，语义分割和深度估算。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接下来将使用 AI 生图软件来展示这2项图像技术，所以以下内容画面并非来自特斯拉的车机，也不代表特斯拉的各项性能。当我们看到这个画面，我们都不用进行任何思考，这就是一段很普通的行车录像。但是在电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堆杂乱跳动的像素点，就像我们现在也很难辨认出图像里都有什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项技术，叫语义分割。简单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大量的给到电脑各种图片，并给它指出这是汽车，这是树木，这是有的同学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对，没错，你仅凭10几个像素点就能分辨出来，电脑也跟你一样，通过大量的学习之后，它就拥有了图像的识别能力。但是单单只有这些信息并不足以用来辅助车机的判断，因为它在这个时候并不知道它所识别出来的这些物体到底有多远。所以我们就需要结合另外一个图像技术，深度估算。同样的，你给到计算机一张照片，通过它的大模型分析，就可以估算出图片里的深度信息。就像我生成出来的这个可视化图像，白色代表了近端，黑色代表了远端，那么黑白之间就有了距离的差异信息。当我们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再结合我们的车速，就可以进行非常粗糙的判断，图像里的物体哪些是近的，哪些是远的，哪些又是在变动的。当然，我所展示的这些都是依靠着开源的工具和通用的大模型来转化，而特斯拉有着自己开发的专门面向驾驶的算法和大模型，所以如果跟他们的效果来比对的话，肯定是天差地别的。但是我想这并不妨碍我将我遇到的这些情况，利用我所能使用的工具生成出来，看会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将复现问题的行车录像，同样利用 AI 生图软件的语义分割和转化深度图功能，
获取这两种可视化的图像，来与车机雷达预警进行一个对比。从语义分割的功能来看，它似乎表现得很好，它并没有像我原先猜测的那样分不出柱子的实体和影子。虽然有些识别飘忽不定，但从视图来看，它好像跟我们预警线没有太大的影响。哦，对了，这段行车录像是从车机里获取的，它的摄像头焦段比较长，从画面来看好像离柱子挺近的，但其实还有不少的距离。当我们切换到深度图的视角，似乎就能发现一些端倪，就像这个柱子，它影子的灰度信息好像跟柱子实体的色阶很是接近，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而这个影子正好就处在了车头的位置。当我以为找到答案的时候，转念一想，影子的灰度信息跟柱子接近，那么从它们与周围的灰度信息来看，似乎只能说明影子跟柱子一样远，而不是柱子跟影子一样近。而且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车机画面，其实反而是柱子的位置没有被预警线所包裹。在我以为被自己打脸的时候，我回看了画面，对，就是这里。原来这些是平平无奇的停车位，但是在深度图的角度来看，就好像一个断崖式的大坑，而柱子和它的影子反而像是一道桥梁。当车辆继续往前开到这个断崖边缘的时候，预警线似乎就很专业的向我们发出警报，而柱子和它的影子反而是留下了一些空间。为了确认这所谓深度断崖的猜测，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场景。这是地库的入口，一个下坡叠加一个减速带，再加上些许反光的地面，就经常会触发雷达的误报。所以我们同样将它转化成深度图，看一下会有怎样的结果。在深度图的视角来看，虽然看着不是很明显，但其实这一闪一闪的画面就是出现断崖的位置。我们抽取单帧来看，可以看到减速带出现了清晰的分水岭。而当车辆在同样的地面材质、同样的减速带，但是在平地的时候，从深度图的视角来看，只显得比较稳定，没有太大的波动。这个时候，它的雷达通常就显得正常很多。这是不是说明下坡时雷达异响，并不是减速带这个三维体积所导致的？所以经过这些测试，我个人猜测深度断崖的问题很可能是由于地面的反光或者地面颜色的差异导致了深度估算的出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坡时的减速带或者是停车位线框这种色差比较大的位置，似乎就形成了深度断崖的边缘。而我所说的这些深度估算的问题，是否跟视觉雷达的异常有着关联，我还是没有办法给到结论。我只能说，在这些测试之中，它们好像都会一起出现，所以我个人觉得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但我还是得严谨的说，这一切也有可能都只是巧合。只不过我在做完这些测试之后，加上我经历过几次幽灵刹车和幽灵转向，每次碰到下雨天或者进出隧道口，我都会非常谨慎。比如这种路况，像素有限的摄像头透过油膜和雨水拍到无处不在的折射和倒影，我很难相信有什么样的视觉技术可以在这种画面上可以获得足够准确的信息，并提供可靠的决策。像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深度图画面，断崖无处不在，而语义分割画面有一些车辆它并没有识别出来。我不确定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但是每当下雨天我经过这个路口，雷达预警就会很频繁的警报。我也不知道在这种场景之下是否有可能会触发紧急制动或者是抢夺方向盘。其实我觉得官方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一些问题，因为在换新版刚发布的时候，官方宣传片有这样的一个画面，里面 Model 3的前保险杠中间似乎有着一个形状尺寸跟摄像头差不多大小的小部件。而如果这个小部件真的是一个摄像头的话，它不仅仅可以解决我们当前车头盲区的问题，它还能大大的提升纯视觉方案的能力。因为视觉技术中有一个多目的概念，多目简单来说就是从不同角度的多个摄像头获取到不同角度的画面，我们根据这些画面里角度和距离的差异，由此可以获得视差信息，而视差则可以很好的用来过滤和确认信息，就好比我们人类用两个眼睛来感知距离一样。所以我个人认为，前保险杠真的有一个摄像头的话，那么它给全视觉方案带来的是一个指数级的能力提升。那话说回来，既然这个摄像头可以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没有呢？
难道是因为它这个摄像头的成本太高吗？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我是品牌方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到新款有这个摄像头，但是老款没有，那我就还得保留一个技术团队去为历代的车型做一些系统的优化更新。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会产生一笔长期又巨大的成本。那这个成本就远比一个摄像头要高得多。那我还不如我们再回到这个画面，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有一些小伙伴能根据这10几个像素点认出来他是谁，知道他的名字，甚至头发的颜色都了如指掌。那是因为你看过太多的机，而不是，那是因为你大脑经过无数次的训练，早已经把它的特征提取并打包在潜意识里面了。但这10几个像素点，难道就只能是它吗？其实这种误判在图像识别技术中同样也是存在的。因为它说到底还是依靠平面图像里的特征去进行判断，而不像激光雷达或者声波雷达一样可以感知物体的体积信息。所以如果在没有足够大的视差条件下，图像识别在理论上就有可能出现以下这种误判。就像眼前这个雪糕筒，其实它可以不是一个真正的雪糕筒，它可能只是一张经过透视形变处理的雪糕筒图片，但是从摄像头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雪糕筒。而如果前保险杠真的有摄像头的话，就有了足够大的视差信息，那就可以很轻松的过滤掉这个恶作剧。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视差信息对于全视觉的重要性，还有视觉误判的可能性。那么如果误判是可能发生的，那车机到底会怎样应对这种误判？是否会产生我们看到的这种风险？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引起我们思考，但是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在生活中你基本不会遇到这样的雪糕筒。一个70厘米高的雪糕筒经过透视变形之后，就变成一张7米长的图片。我们把它铺在地上，在驾驶室看的话，它是这样的。虽然由于我一开始错误估算了摄像头的焦段，导致它现在看起来并不是很标准，但是还是成功的把车机给骗过去了。车机还很专业的进行了距离的预测，这个测试结果也就说明我所说的那个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车机如果单靠小视差的纯视觉来进行判断，就有可能存在误判的情况。但是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我有看到一位网友利用了真实的雪糕筒进行了测试，他是直接撞上去的。那这样的话，那如果是行人呢？如果识别到的是行人，那总得紧急制动吧。在平面行人的测试下，它并没有像雪糕筒那么容易触发。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将小女孩识别成一只狗。在某些时刻，它也可以成功的识别出来是一个人，但识别结果都会一直闪烁。我猜是因为车机有标准镜头和广角镜头的视差，过滤掉了一些误判。因为测试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我并没有进行相对较高速度去进行测试，所以无法得知车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到底会不会紧急制动或者是避让。通过以上这些测试，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答案？我依旧没有办法回答，可能你内心也已经有了答案，但我个人认为这些答案不应该是你我去思考的。我觉得作为品牌方，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器进入中国，不是，我是说品牌方是有义务和责任为车主遇到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做到积极的响应。我知道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不断的遇到问题，遇到的问题也并不是马上就能修复。这就像马斯克的火箭回收一样，他失败了很多次，但是他没有载人啊。可是特斯拉呢？特斯拉的用户呢？我觉得至少在信息的公布上能够做到坦诚，在风险的提示上做得更好。当然在我几千公里的行程中，特斯拉的主动安全已经替我规避掉了多次事故，这真的是传统汽车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相信技术可以让我们更安全，但也许本应该可以更好。